好，那么立法院因为叫行政院呢自己去知情统删，结果呢说不能够低于939亿，行政院自己呢删了303亿，还差636亿怎么办？删地方补助款撒掉25%，哦，就把这634亿找回来，现在呢这个不分配了，哦，所以现实就强烈反弹了，哦，那。屏东县被删52亿最多哦，那很多也是20亿、30亿、40亿。苗栗说我们可能公务员薪水都发不出来了啊。行政院说各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税基剩余，或是你们去举债嘛，可以因应嘛。哦，这个行政院的发言人说的哦，讲什么话嘛？那你行政院去举债好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市说，现在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辉达在北市科那边的交通会很忙，现在就很挤啦。哦。唐湘龙房子在旁边已经涨价了，哦，就把它讲出来了，就把它讲出来了。所以呢，我在这住很久了，好吗？不是为了他，好不好？所以影响交通，因为出来之后经常会塞嘛，尤其是圆山那一带有没有会塞？所以呢，将来更塞了。哦，万一有群聚效应，不是更塞了吗？哦，那陈其迈说他们也少52亿啊，欲哭无泪啊，哦，对高雄市民不公平啊，哦，那黄国昌说你这是违法滥权，哦，很多人说你不能。中央政府不能这样删地方预算，那个法令啊什么都有的，可不可以这样删呢？啊、那所以呢，这个院会说要提主决议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也说啊，你现在比例删到了27.3了，还不是25，到了27.3，这是违法滥权。我们先看一下。为了地方补助删减来的吗？台中上卢秀燕北上出席行政院会，似乎就是要反映一般性补助款被删，因为行政院近期决定统删中央给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27.3%，各县市删减金额以屏东县52.5亿最多，高雄51.9亿，而彰化和台南都是51.7亿元，再来就是台北市37.9亿，删的也最多。增加的却是最少。那个人口结构老化，在这些南部的县市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真正是真艰苦了哈，这几天下来是真艰苦。我觉得这样对高雄市民不公平。6都被删最多，陈其迈喊不公，南部县市首当其冲，而北市也透露交通基础建设也受到影响，尤其还包括最近备受讨论的北市科。长者、身心障碍的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最近我们北市科的一些交通、一些改善也会受到影响。今天就会发函给行政院，希望他能够依照财划法的规定，中央都没有跟地方来商量，砍的对象是社福、教育以及警消的基础建设。这个是刀到位了。过去立法院要通删的话，一定是朝野协商之后，通删的数字才会确定。经过朱总的核算，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不有问题，除了苗栗县，那么中央也会持续来支持他。蓝营名单炮轰中央惩罚地方，但绿营反击是蓝白以删预算手段惩罚人民。蓝白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啊！怕蓝跨救蓝，这就是蓝白自己闯的祸。法院我们通过的这个总预算，包括统删或者是各方面的部分，事实上都排除了地方政府的补助款。他当过台南市长，这样做法，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地方的人民。补助被删，这锅谁要扛？蓝绿互指对方。来，嘉义委员。我必须要讲哦，今年就算是删完了这个预算哦，它的这个总预算还是历年最高哦。那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一般性补助款的功能是用在社会福利、教育跟基础建设这些项目之上。那今年编列的2501亿。立法院是1毛都没有删，那所以呢，一般性补助款它其实是法定预算，那其实是不能够删减或者是冻结的。法定预算它是不能够删减或冻结的。那行政院把通案删除的自行调整的636亿元。用在克扣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哦，这是一个依法无据的行为哦，这明显哦就是在呼应大罢免，在为大罢免添柴火。那我举云林为例哦，今年的一般性补助款被砍了37.6亿，那砍完哦剩不到100亿。那依据最新修正的财划法第30条第3款哦，中央
给予这个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金额不得少于修正施行前一年度的这个预算编列数。所以呢，很明显，其实行政院它已经违反了这个财划法的规定。那最讽刺的是什么？是前几天我看到内政部说有钱可以补助修改路名，类似要把什么中正路修掉啊。那我就非常感慨啦，难道行政院是有钱可以修路名，没有钱可以顾人民吗？那县市政府的补助这些资源本来就不如这个很多直辖市，那中央缩减给县市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等于是会加大这个城乡落差，把这个这些等于是把这个仇恨值也把它拉高。那其实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比去年多了731亿这是历史新高。那结果现在中央政府它因应的方式不是检讨如何遵节开支啊，把钱花在刀口上啊，反而他是一直喊穷啊。他说什么快要没饭吃啦，没有卫生纸啊，也没有茶可以喝啊，然后把这个很任性的转嫁到这个地方政府来惩罚人民，把人民当作这个战争的牺牲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那过去8年，其实民进党完全执政，立法院其实是形同立法局腐烂编列，这个预算都照单全收。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这个成长像吹气球一样从2017年的1.93兆到今年编出来的是3.13兆。成长高达1.62倍，那国债的数字也是节节升高，从2017年的5.48兆累积到今年的6.2兆所以国人的平均负债已经来到了每个人是26.5万元。那错误的政策造成的浪费，我想都是全民买单。所以现在的新的国会在野党在立法院占多数，当然要强力监督，避免让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乱花钱，或者是陷入这个财政的地狱，然后再留子孙。所以我觉得蓝白3预算，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工作。吴思瑶说，这是你们乱砍我们预算的后果，你们自食苦果那另外呢，昨天这个总统府代表在立法院也说呢，阿兵哥会没饭吃了不过昨天的立法院把总统府预算全部解冻都给他恢复了梁云乐都恢复了，但是呢，阿兵哥的饭2亿营的饭不在总统府编嘛，在国防部下编嘛网络也像刚刚张委员讲的说改中正路就有钱，全台湾中正路都要改名然后呢给地方补助就没钱来，想怎么看？改路名的事我很有想法，我们以后再谈。不过我觉得我们刚才谈到林佳龙把国旗分2边，有邦交的放一边，没有邦交但有很友好的放一边。我觉得友好的定义是什么？是很尴尬的事情。林佳龙那个做法有点像是很多的宅男呢，在房间里面贴满了很多美女的照片然后呢宣称说那都是他的爱人，那个有点类似啦，就是你自己的性幻想已经超过了现实，他不承认你，他跟你没有任何的邦交，那叫做好朋友嘛，就想太多了。至于说你说真正好的，譬如说梵蒂冈，你连教宗的丧礼没办法参加，教宗的就职典礼没有办法参加，那叫什么邦交呢？你 WHA 你仍然只能够到日内瓦外头去混一混，然后呢就是用交其妻妾的方式，好像呢你到日内瓦好像干了啥事儿。你看到你很多的邦交国在跟北京呢眉来眼去，你也莫可奈何啊。我觉得做外交就是务实一点。什么叫做务实的外交？刚刚我们谈到了那个南非的总统，那个南非的总统现任总统叫做拉马佛萨，他是曼德拉之后南非最有影响力的总统，去年才刚连任。这个拉马佛萨，你要弄清楚，就是川普为什么在跟他见面的时候呢放那段影片，因为这个拉马佛萨就是呢去联合国里面呢去告以色列呢种族灭绝的那个人。以色列今天呢纳唐雅胡那几个会被呢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就是这个拉马佛萨干的。这个拉马佛萨控告以色列，到处呢在追杀以色列，只要碰到以色列问题呢，他都是指着以色列骂的。他是以色列今天
川普无非呢，只是因为看到呢自己的爸爸被打了，所以呢打他爸爸这个人坐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就呢出来呢反将一军，说呢你在呢种族灭绝白人，你认为川普的那套有效吗？没有效，但他演给谁看呢？演给以色列看，演给呢纳唐雅胡看，满足呢纳唐雅胡呢心里面的那种呢跟美国的一体感。但是我们起码要知道，这个叫做拉玛佛萨。我刚提到台湾从来没有谴责过以色列。但是呢，这个叫做南非的拉玛佛萨，过去呢，南非跟台湾很好，可是南非表现的比台湾有反省力太多了。台湾呢，看这种新闻的时候呢，不要觉得事不关己，背后的逻辑，每一个动作对台湾呢都充满了指责呢跟羞辱。好，那刚刚呢讲到呢钱的部分，当然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当你要去修理呢地方政府呢来创造一点新闻量的时候呢，我能理解。可第一个520才刚过而已，你520话是怎么讲的？520赖清德话到底是怎么讲的？你基本上希望两岸之间呢，只要能够平等就能够对话。朝野之间呢，希望呢可以大家能够对话能合作。请问你是怎么讲的？今天的地方政府，当然地方政府并不全是在野党，可是呢2/3是在野党啊。台湾的地方政府坦白讲，只要没有呢那个统筹分配款，台湾的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活得下去的啦，顶多台北市还勉强可以。台湾的地方政府不要说6都，其他的这些县市更不要讲，没有一个财政是 OK 的。金门可能可以，其他的通通不 OK。抓着统筹分配款，其实台湾在税制上面就是告诉你，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这政府，把钱通通抓在我手上了之后呢，看谁乖，这个多给点，那个不乖呢，我就修理你一下。这个时候，吴思瑶讲的那段话呢，是真的。吴思瑶讲的那段话呢，其实就是典型的借刀杀人。就是今天你删我预算，今天呢我就让你的这些地方政府呢吃点苦头，但你不要怪我卓荣泰，不要怪我民进党，你要去怪国民党，去怪蓝白，因为呢他删我们的预算，我只好删了预算，请问那个成比例吗？当然不成比例啊！更何况大家记不记得过去呢？民进党全力支持的一个运动叫做精省。我们只要把省废了之后呢，台湾地方再也没有呢财政问题。你相信这种鬼话吗？许多呢在制度改革的时候呢，给你的那种的天花乱坠式的承诺，但是呢几十年过，今天大家还记得台湾有一个台湾省吗？那个台湾省呢，曾经呢是负责所有的资源调配的，许多的呢现在的公营事业呢，在当时呢都是呢省政的机构。基本上面都是呢省政府呢在调配这些地方的资源。你告诉我们说不要这个省，我自己来。可是今天呢，拿修理地方政府，用统筹分配款修理地方政府的方式，当作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你觉得大家笨吗？看不出来吗？现在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刚才讲到的，你看到了我们的国防预算，我们的国防预算呢，今年2025年呢，占我们的总预算的 GDP 的2.45%。但是呢，你听到了，不管是呢 Rubio 啊等等，反正呢美国的官员呢，每个只要讲到台湾的时候说尽量的再买军火，你要加强呢自我防卫，要买多少？你要说2.45有没有呢排挤到呢我们的其他预算？当然有，2.45已经占到我们的 GDP 的2.45%，同时也占到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的22%了。他希望你买多少？你买到5%，买到5%的 GDP 的5%是多少？就占到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43%了。你43%呢都在买军火，请问你接下去钱怎么编？我觉得民进党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诚实一点。务实一点，不要整天的只想着斗争的事情。3天前你们老板520的就职演说，你认为这个世界只听你就职演说吗？你就职演说是怎么讲的？你连两岸关系呢，听了川普讲话之后呢，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两岸关系觉得要缓和，朝野关系要缓和，可是2天之后你拿出来的手段，你就是继续搞你的大斗争、大罢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民进党没有什么改变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民进党议员洪建义啊，他原来说赖清德经常跟霸团开会了哦，然后跟这个领衔人啊什么都是开会了解这个霸团的状况哈。那民进党现在否认了啊，洪建义说未来会注意用词，这不是用词的问题，这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谁在推动全台大罢免520就职周年当天，总统赖清德的回答在这边。从来不是靠仇恨动员，而是靠公民参与
我始终相信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尊重公民，用更大的民主解决纷争。总统一席话言犹在耳，但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却在政论节目上爆料，说赖清德总统常常跟这些罢免领衔人开会，而且是坐在那里听话，甚至曹兴诚要告诉总统说哪个人没帮忙收取连署，收的分数不够多，都是把压力丢给主席。言下之意是绿营跟罢团关系紧密。说真的，听到当下真的是吓歪了哦。以赖清德为首的国家机器介入罢团的运作，就是要把国民党罢掉。我相信洪建义议员不会说谎哦，他绝对不会去编造赖清德总统有跟罢团开会的事实。节目中，坐在洪建义隔壁的蓝营议员也坦言听到傻眼，但短短不到一天，民进党发布声明点名洪议员。那我必须很严正的在这里强调，赖清德总统从来没有和罢免领衔人或是罢免团体开会，所以关于洪建义议员在政论节目上面这样的陈述呢，事实上是不实资讯哦，纯属子虚乌有。强调总统绝对没跟罢免团体开会，随后被点名散播谣言的洪建义，则在脸书发文改口，是在节目中表达不清楚，语速过快，出现口误，深感抱歉。倒是国民党发言人杨智瑜在底下回应，议员论述十分具体且肯定，完全没有口误空间，说实话的人不该道歉。那发言人到底有没有这事？没有。好，你要继续讲啊！昨天也是我出来回应嘛，那不是洪议员他也有说明说这是他口误，语速过快，但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也常常上节目了，有时候节目你大家跟着那个情绪走，然后有时候又觉得要效果要收视率好，可能就会忍不住加油添醋一下。那所以昨天我也出来去回应说，事实上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赖清德总统并没有跟所谓的罢团领衔人开会，也没有跟罢免团体开会。那对，但我知道了，就是因为包含国民党发言人有时候不相信嘛，他相信洪建义，不相信我讲的。那坦白说，我觉得这也是有点无奈啊，因为毕竟我已经在我立场尽可能的想要把实情还原给大家。那信不信？我觉得这个我也接受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诠释了。那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我们讲这个财化法这个部分呢，因为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里面啊，其实包含说修财划法，其实最主要处理2块。第一块是我们讲说统筹分配款，就是整个全国的税收进来以后，要分给中央多少，地方多少啊，这是统筹分配款。那今天我们刚刚简单讨论的是一般性补助款，那是中央政府另外拨给地方的，所以这2块分开。那确实我也认为说，为什么现在会有变地方？政府总共被删636亿这个事情，坦白说，我真的也觉得源头要回到国民党跟民众党身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笔呢？因为今年立法院审总预算的时候决议说最后要统删嘛，就是我总共要删到940亿。那当然中间有指定一些说这个宣传费我要删多少啊，差旅费我要删多少。那这些指定的部分全部加起来是304。那中间剩下的636亿，立法院当时的决议就说，那你行政院剩下自己看，不管我，反正你一定要删到就是940亿，剩下636亿你自己调配项目。那所以其实包含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讲，当审总预算的时候说其实你通过财划法以后，中央政府会少3750亿，然后你现在又砍我们总预算，那这样很多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的功能它会无法维持，那接下来会冲击到。其实当时有这些话我们都讲嘛，所以接下来就好。那所以现在坦白说就是一个这个后果的延续了，因为这636亿现在就这个砍到各个县市的一般性补助款，因为一般性补助款的概念是中央政府行有余力来帮助各地方县市嘛。那像我行没有那么有余力的，我只好收回来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大家说现在很多县市政府出来说会影响民生，会冲击到社福，这个其实我也在这边要强调了，就是说其实并不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财划法其实处理的最主要很多一块是统筹分配款嘛。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今年它一般性补助款被删了在30亿左右，可是它明年之后财划法它会多拿到416亿。那以云林县就是委员在的云林县来讲，财划法过后统筹分配款会多拿到149亿。好，所以当然现在少了，当然不这是法定吗？这当然不是法定，所以意思是说，你财划法统筹分配款会多拿到149亿，那你统筹分配款补助款少了37亿，你还是明年还是比今年再多100多亿的预算，所以这个完全是地方政府可以去调度去支配，也没有锁定你的项目说把你业务费都砍掉，这完全是其实地方政府明年会比今年钱更多啊。你们认为他根本不会给，就是会克扣是吧？到目前为止我想其他的这些县市政府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通过了很多法案，行政院都不认账嘛。那尤其这个统筹分配，把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要去释宪吧？对啊，他们要去释宪啊。所以谁保证说明年一定会给？但是现在受这个伤害的是这些民众，而且呢，过去其实统山也是行之有年了。每一次统山是你们自行的去把它过去没有统山到这么大的比例，就是自行的去把它分配在不同的部会里面，但是你们呢故意的把它限缩在对于县市的一般性补助，这就是在为大罢免添柴火，在就是想要引起这个政治斗争嘛。就是本来统山将你删行政院的预算，全部里面部会的，不是删不会去删地方的，都而且这个是法定预算，是不能删的。对，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说要删到900。有一个重点，他们把后续拨款现在跟释宪绑在一起。然后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民进党的大法官又说违宪呢？你现在删掉了台北市30几亿，又宣布违宪，你后面更没有所谓的你刚刚讲的。不是，如果财划法违宪的话，那明年中央政府财政没有那么紧张，地方补助款也可以再多拨。而且我必须要讲，我必须要，他就是这样的。我手头紧张的时候，我多帮你一点。没有这个，我手头不紧张的都帮你一点。当初其实呢，紧张我就收一点。在删减预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就是一个陷阱了。因为过去呢，只要是删预算，部会首长他是会来解释说，我这个预算是要怎么做，那是不是委员可以支持？会到各个委员办公室去说明预算的，但是呢，我听说这些部会首长受到上级指示都不要解释，然后所以才会被删了这么多的预算，所以这整个是感觉是有计谋的，要促进这个大罢免。没有计谋，好吧？这个洪建义说，曹新正还抱怨，说哪一个人没有帮忙收联署书哈？哪个人收的份数不够多，还一个个检讨。对，那我就不懂了。他如果是用词不当哈，这不是用词不当，是说哦讲的不礼貌了什么？这已经很具体了哦。那另外之前那个新北议员卓冠廷也讲，他说这个赖清德哈有一次在中常会下令每一区都得救，35个都要过哦。那党团是说没接到命令哦，那而且曾经说没有，但是呢，这个卓冠廷也讲的这个言之凿凿啊。那就有民进党人替这个民进党开脱，是说，因为他得意忘形会讲到这些事情，我很难想象啊。所以我觉得，坦白讲，我觉得吴峥作为发言人，他这样的一个回法是没有办法说服人了。你看整个洪建义讲的多细，讲到说，因为是曹兴诚跟赖总统 complain 说哪些人的 KPI 不够，所以后来才有了 KPI。那卓冠廷讲的就是说有下军令，然后到最后，那卓冠廷的是人家讲说他得意忘形哦，表示什么？表示赖清德曾经介入大罢免啊，就他跟大罢免相关啊。那洪建义所提到的这些部分都有实际的例子，还有甚至有正式的产出。可是你刚刚回了一句话，就是说，哦，那他口误，口误可以口误成这样，我也觉得蛮厉害。就我觉得发言人可以修饰，但不要说谎。所以我没有说谎。所以这重点就是，那你真心，所以你真心相信他口误。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嘛，就是说他觉得要追求效果。我跟你讲，现在状况很简单嘛，不是你说谎就是洪建义说谎，就这样。我掌握到的就是说总统没有跟领衔人开会，你也不用讲说那个，你就直接讲说洪建义，你不是洪建义不是口误，洪建义是说谎，那也可以。我说的是实话。所以从这整个问题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这些，最大的问题是像我们刚才在讨论的，你看财划法是因为大家认为说这一次通过了中央政府预算是历年来最高，所以我们希望你做一个统三的动作，把它全部这样消下来。你有1万种的方式可以去做所谓的这个预算的配置，但你选择了一个受伤最多的人、受伤人数最多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调配，这摆明就是什么？这摆明就是斗嘛。所以回过头来看，就是你赖政府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的是你赖政府上来1年，你不止外面在斗，你里面也在斗，你全部都在斗。你除了斗争以外，我看不到你有其他什么具体的作为。所以像刚才最前面我们在讨论的那么多的国家示警说台海危险，我把整个时间序列统整了一看，你看美中在谈判的时候，一开始是因为国务院把台湾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删掉了，最后美中成立了在瑞士去做关税和谈，然后呢，川普都已经讲到 unification 了。中国在北京办的这个拉美协议，都已经把我们2个邦交国，一个叫圣露西亚，一个叫海地，拿出来威胁有可能断交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在做什么？
5月12号赖清德在日经的访问里面，他还提到就讲说，我为什么要去参加所谓的这个欧战的这个庆祝欧战胜利？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姑息会助长侵略。而他在日经亚洲里面，他讲说，过去中共在南海跟东海扩军，国际姑息；过去中共在台湾灰色地带冲突，国际也姑息；过去现在中共在日本、在韩国这边、在菲律宾都在做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而你们这几个国家都在姑息。你看赖清德在5月10号还在怪大家哦。还在怪其他国际社会，然后还在欧战的发言里面讲说，你们的姑息会助长侵略。那请问欧战的姑息是谁在姑息？是英法姑息德国，所以助长了捷克被割；是美国姑息了德国，所以美国直到最后他在珍珠港被打以后，他才加入了欧战。所以这几个问题，你看他到5月10几号的时候，他还是这么的强硬，可是到后来出现什么状况？出现了并购所，出现了520不谈两岸关系，然后呢，中共首次用地区领导人的身份来称呼他，表示在有外部的势力，有美国，有其他国家的势力跟中国，大家都把它压下来了。那我想请问，你在国外，你在外交上你被压制了，那国内谁来压制你？而你现在还在做这所谓的这些，把所有的这些问题转嫁出去，那你还是在斗啊。那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什么？你在外交上大家不让你斗了，你把所有的力量拼命的集中来斗国内，那这是我们愿意看到了吗？大罢免从头到尾就不是这个国家该打的仗，这个国家应该要去面对的就是经济的问题，把国家的实力发展好，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的冲突。结果我们现在还在斗，莫名其妙。你不要讲别的了，就柯文哲。现在还关起来，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干吗？他有罪就起诉他嘛，他没罪人就放了嘛，证据不够就放了嘛，要不然你就起诉他嘛。关在那个地方你什么意思？你证据到底够还是不够呢？每天扯过来扯过来，一个国家法律可以这样子干的吗？国民党有那么多党工现在也被压起来了，对不对？就是一个伪造文书，有那么严重吗？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叶秉成啊，原来台大电机系教授哈，说呢这个性平啊，因为泄密啊，所以呢牵涉到性平的问题啊，所以被送性平会了哈。那另外范云等7个立委要教育部调查啊。那当然，叶秉成原来在台大的时候呢，毁誉参半了，不过基本上形象还可以，我认为还不错，至少觉得还比较比较 liberal 嘛哈，而且对跟学生啊这个沟通都还不错哈，才有一些教育的新的理念。当然有些教育界人反对他这样的，不过这都总是有建议的。但是7个民进党立委都出来哈，来指责他哈。那也有人讲说，这个不太正常。民进党通常都是袒护自己人嘛，对不对？你这个经济部长搞那个样子都袒护啊，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叶秉成不是自己人哈，当时是个亮点，现在反正亮点也过了哈，故意来斗争他。来，发言人是不是这样？没有，当然不是。对，我觉得没有袒护自己人。这个反应比刚刚那个快很多。要去哦，因为你看，其实民进党我们自己历来有涉入这些争议事件的人，其实都处理得很明快嘛。你说内阁阁员啊，不管是李梦燕啦、李文忠啊，等哈，其实都党或者是院都有一个明快的处置。那这个事情其实也就叶秉成这件事件，其实也稍微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包含民进党的议员，我们立委有协助。那其实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这个陈情案啦，我们党部也有接到，那其实也有在党部系统里面把资讯去转给行政部门哈，还有我们的立委要请他们来协助跟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教育部现在也立案说要把这个移送性平会来去调查了，因为这里面基本上就涉及到第一个是说，因为叶秉成他是教育部次长，但次长其实你如果要去直接介入任何一个个案，可能是不当的。那第二个事情是，因为次长他曾经有在他的社群网站上面去张贴一些相关的资讯，那按照我们性平相关保护机制，其实有任何的性骚扰、性侵害的案件，其实我们
都应该要去保护当事人。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连加害者都一定程度的去把他的名字遮蔽掉，就是不想要让社会外界去辨认出这个受害者是谁，好避免说他承受到一些外界的眼光的压力，造成他的创伤。所以当然，因为叶丙成市长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贴文啊，所以这条线可能也是有触犯到，所以现在教育部也去把他移送到性平会。好，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请问叶市长开放我们同学询问问题吗？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是一个官官相护的场所。学生举手呛下要教育部次长叶丙成回答问题，就是因为台湾大学先前爆发的性平事件，叶丙成发文却泄露了被害人的个资，多次要求删文未果，让被害同学情绪崩溃。其他学生看不下去，冲到叶丙成中央大学演讲，要他解释清楚。你有没有被民进党所包庇？你从4月底到现在2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回应，不管要删文，你如何透过程式知道让林女同学资讯？尽管学生讲的口沫横飞，但叶丙成无动于衷，看都不看他一眼。眼看气氛越来越僵，副校长赶紧出来还价。这个主题好像是不是那么绝对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演讲就到这边，好不好？谢谢大家。作秀网红不愿意提出相关的质疑。学生激动地冲上台，高举作秀网红春联，但叶丙成直接闪过，离开现场。叶教授不回复吗？叶丙成作秀网红，就是这一幕影片抛上网后，有网友发现叶丙成闪过学生，还疑似摇头，痛批叶丙成人设崩坏，做人太骄傲。原先上午在立法院，叶丙成避谈此事，有被学生来呛声。但这态度让自家执政党立委也不满，7名女立委要求将叶丙成送性平会，由外部专家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或许是抵不住各方压力，叶丙成下午发文向被害女同学道歉，强调自己当初只是要厘清真相，但心意却被误解，因此也决定删文。已经要求教育部在1个月内将整个事件是否有处理不当的部分交给外部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调查。那如果有任何违法，应该要严惩。毕竟保护被害人或许是社会的最后底线。来，这个一正。我们先从性平来讲哈，这个民进党他嘴巴上说他是最注重性平的政党，好像这么多的民进党女立委来开这样的记者会，要求要谴责叶丙成，好像就非常的注重性平。但是你回顾民进党的一些黑历史哈，像是他党内呢屡屡爆发了这个性骚的争议，更不用说呢之前还有这个王必胜的问题、李梦燕的问题哦，还有这个史书华的问题，还有总统府发言人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以往的一支广告影片，民进党就等于是桃花党这样子的传言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就真的只是嘴巴上说性平。那再来呢，刚刚也有人讲说，这个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性骚扰有事，这个叶丙成就出事了，但是性招待没事，这个就是很经典的民进党的执政啊。那再来，为什么今天是对叶丙成下手呢？很明显的，之前这个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赖清德提名的第1名林月琴出事的时候，哇，你看到第一时间民进党的党团大动作的挺林月琴。那请问一下，其他的这个民进党的委员府院党有这样对待陈亭妃吗？有这样对待林岱樺吗？有这样对待苏巧慧吗？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可以嗅出这样子的味道，是不是民进党其实是在围丙就擒呢？转移对林月琴的批评，然后呢，要让这个火力全部的集中在叶丙成的手上，因为林月琴她就是民进党社服，很可能就是所谓的白手套啊，就是赖清德钦点的民进党不分区第1名，所以看出来民进党的执政就是非常的讽刺嘛。那再来叶丙成这个事情涉及所谓的个人资料的保护法，大家又说，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好像这个叶丙成删除了文章道歉，然后送这个教育部1个月里面处理就好了。但是反观民进党这样子处理自己涉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争议，但国民党有所谓涉及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民进党怎么做的？羁押起来啊！不羁押交保的话，我们就无限抗告，抗告到羁押起来。今天赖清德这个司法呢，还去搜索国民党新北的党部这个土城跟树林，全部的人都抓起来，涉及所谓个人资料保护法，涉及所谓的伪造文书，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双标啊！好不好？这个叶丙成道歉说，没想到他的善意带来困扰。我觉得他也许是善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学生不高兴，说上面有我名字，而且当时女学生需要你把我名字拿掉，这点他没有拿。我觉得这个当事人都出来要你拿，应该要拿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林月琴刚刚提到哈，
那拒绝辞去社会福利团体的职务哈，所以民进党骂他呢，说你是纵容哦，等于是为了凯凯这个案件，他是督导啊什么嘛哈。那说他不止隐瞒凯凯案，徐巧芯说有5个内幕哦，说呢他是被控涉服蟑螂哈。那大概整个他说台北市102到113领走118万，新北市103、112领走97万。桃园呢也领了11万，说加起来有228万哈，所以领的钱也不少了。你不能说领了这个钱，然后你责任都没有哈。那所以呢说林月琴呢一边审预算一边拿补助，那问卫福部的次长可不可以，林经理说不行，最终的话可以把他送到监察院调查。来，这个世轩怎么样？这个过去性平一直是民进党标榜的神主牌，那。像刚刚怡珍提到了，过去发生非常多的桃色事件，为什么他们其实民进党发言人自己讲嘛，你看我们处理速度很快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快？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即将要失去这个神主牌，大家逐渐的，就像他讲的，认为民进党就是一个桃花党，所以我认为他们会有这样的压力，才会有这么快的动作。可是呢，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去追的是后续。他刚讲一半，他说：“你看，我们马上做处理。”请问一下，林非凡现在哪里？国安会副秘书长，当时候他在要选立委，就是因为性平事件他的处理不周，所以他退选了。结果当大家今天目光没有放在事情上面的时候，风头一过，全部升官，这就是像民进党，所以才会遭人诟病。叶次长是这样，我过去有跟他几面之缘，吃过几次饭，在他还没有当次长以前，像赵大哥讲，他其实是一个很 liberal 的人。我在台湾的教育上面有很多的想法，希望可以改革的。我跟他沟通，他其实赞成蛮开放的态度。这次的事件，我认为是他在脸书上面，可能他的这个操作上面不当。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他脸书，可以知道，其实叶市长他常常在脸书上发一些他自己个人的想法，他最后面都会加一句谢绝媒体转载。这是他过去的习惯，可是他今天毕竟他的身份已经是了次长，而且在性平案上面本来就要特别小心，不要再让这个被害人有2次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关键是在于后续的危机处理，就是说你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确实也涉及到了这个同学的个资，我觉得就坦荡的道歉，这个发生了就是面对跟道歉，不要再去拖拉。我觉得后面发生这样的状况才是2次的伤害。徐小再回来。好，那么因为核电停了啊，17号晚上停了，所以呢，兴达发电厂被曝21号那天偷把燃煤机给开了。本来就说我们燃煤都不开啦，将来要换天然气啦等等哈，结果现在并不是这样，台中火力发电厂也开啊。那3天以后，非核家园呢，这个旧的燃煤机组就被曝偷开机啊，偷的开了啊。陈其迈还说呢，去年我们就把它操作许可驳回了，但是呢还是被偷开，那怎样？啊，那另外呢，这个台电啊说呢，因为供电吃紧，备载容量低于8%就会启动兴达燃煤机的2个机组哦，所以法律规定呢，我们备载量不够啦哦。另外呢，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火力全开哦，所以原来是改善空气，现在前功尽弃啊。卢秀燕很担心，台电就说你台中用电量是6度最高的啊。卢秀燕上任以后成长超过1成啊。这跟卢秀燕有什么关系？市长能管到老百姓用电吗？市长能管到这个工业区用电吗？而且他用电高有可能他的原因嘛，比如他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或等等之类科技区啦、加工出口区啦、工业区啦，他的这个工作母机啊、这个工业啊、等等钢铁业啊等等，或是民众这东西或者这个民众就是这个用电量增加等等啊，那这个跟卢秀燕有什么关系？他就不能指责说你火力发电厂，你本来核电厂好好的，你说不用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关闭呢？对不对？然后扯这东西，你台电扯这东西什么意思？就依然不会让他同情嘛？你就打架，你就吵架，你就干什么？好不好？这个台电副总说呢，再生能源特性就是这样子，因为备载容量低于总统背书的10%说这是再生能源特性，再生能源本来就这样。你第一次知道吗？我们早就告诉你，再生能源本身这样，没有风的时候你就没有风电了，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就没有太阳电了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罗廷伟然后台中嘛也问说火力发电，那就经济部长说你没有给我时间讲，我没有办法回答那另外呢，这个环保部长彭启明说你们以后少说用废发电了，因为呢移动污染源超过固定污染源，意思就是说呢汽车啊什么摩托车超过等等这是今天才这样吗？
而且这样的话，我就不能讲说我用会发电吗？我就不能抱怨你用这个燃煤发电吗？那彭启明在讲什么？你环保署长是你环保部长是这样干的吗？好，移动污染源是很严重，没错。那你有做什么事情来减少移动污染源的污染吗？今天财政部说呢，马上要对这个电动车要收燃料费，你环保部有起来反对吗？没有啊，环保部一句话都不讲啊。你环保部是这样干的吗？你当然要起来，要不但是固定污染源要减少空气污染，移动污染源也要减少空气污染啊，不是你环保部该做的事情吗？你讲这什么话呢？莫名其妙。看一下，新达电厂好像有爆出就是偷开燃煤机组，我们公关统一回答好不好？只有用电不足的问题吗？才刚进入飞禾家园新达电厂3、4号燃煤机组遭爆，连续3天开机，遭外界质疑电力不足。高雄市议员邱宇轩指控操作许可早在2024年9月底到期，已经在去年的9月30到期了。所以试问，一个没有牌照的车子可以上路吗？它除役都还没到了，3号机是今年的12月，4号机是明年的12月了。那其实台电在新达更新改建的环评的承诺里面有提到，那在改建的同时，新达未来会转成是备用的电力。那备用的电力其实它的启用就是它必须要在备用容量在8以下。澄清3、4号机预定在今年跟明年12月除役。新达更新改建的环评承诺中提到，会转为备用电力，而启动条件需符合备转容量率8%以下。台电指出，近期部分机组大修、和平电厂机组跳机等因素，导致备转容量率低于8%，但这也代表电力的确吃紧。如果是核电退场，那全部用中部，尤其我们中部的这个火力发电厂是全国最大，我真的比较担心对我们市民朋友的健康。台湾进入飞禾家园，为确保供电无虞，却是火力全开，再也之一，牺牲的恐怕是国人健康。南中伟。今天早上我在立法院也质询了这个郭志辉部长哦，那我也非常质疑他的双标，为什么新达电厂的3号机、4号机，明明去年9月他的这个许可证已经到期了，已经是关闭的状态了，那他竟然在缺电的时候马上把它拖出来起死回生，马上可以使用哦。那我有质疑他说，为什么？那我们一直讲说这个核电厂、核三厂，它现在机组都还运营非常的正常、很稳定啊，它的人事也完整的都还在啊，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使用呢？那这就是民进党最双标的地方哦。那其实呢，在5月17日核三厂关机的时候呢，我们的火力发电哦就已经高达了96%，比预期的83%还要多了10多%。那其实这真的就像是，虽然部长说不希望大家这样说，但我还是要讲，几乎是全台湾人在这几个晚上一直吸着这些不管是燃煤、天然气排出来的废气哦，在发电。那这些一切的一切，最根本是什么？就是大家讲的民进党的神主牌飞禾家园，他愿意牺牲全台湾民众的健康来达成哦他的意识形态的目标，他的神主牌。而且现在不最热的时候呢，7、8月的时候怎么办？还有那个时候可能更糟哈。那到底去跟阿斯亚买多少吨天然气了？郭志辉说呢，我们有签署意向说要去投资了，但是没有说要买多少量了。来，香龙。我们在讲到电力，我都已经很没劲儿了。其实我们回到一个基准点上面，就当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辉达的时候，辉达的电要可谁给？就是当你今天你连核能都因为这些的厂，它都希望用绿电，但是我们绿电占我们现在的总体的发电量大概在8%，可是不要以为有8%的绿电，很抱歉，这些8%的绿电里面有85%，它都直接卖给台电并到电网里头。其实你的电网，你只要跟台电买，你是分不出什么绿不绿的啦。那实际你要买绿电，你就要实际上面呢去跟这些的民营电厂买。因此呢，实际上面呢能够呢标注绿电的，占全台湾的发电结构里面大概只有1.2%这么低。那北部地区呢，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当然是很高度的关注，管你是新达电厂了，或者是台中火力电厂，全世界的最大的2个火力电厂呢，都在台湾了。但是他们发的电，如果说今天是南部人需要电力，那我能接受，反正呢自己的电自己发，可是他们发的电都往北送。
就是污染都留在他们那边，但是呢，电力都在北部。北部的电力缺口40%的事实，这不是秘密啊！就这么大的电力缺口，你都叫南部火力全开，你不要说呢，卢秀燕管你是谁，如果是我也会非常火啊。那但是呢，你这时候废核呢，因为你们阿达玛空鼓励，其实民进党，我说在民进党的朋友们，私底下你问他们对核能的看法，基本上面呢，他们大概都已经修改了看法。但是公开的时候呢，只要没有人的登高一呼呢，每个人都还是反核反到底啊，基本上那是意识形态作祟。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说老百姓除了选票以外，没有人能够改变台湾的电力结构。医生，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说的非核家园，其实已经变成了火力家园哦。所以你以往要说这个非核家园有多好的理念呢？但是到了蔡英文跟赖清德的手里，完全就变成大赚钱的绿电光电。所以民进党在乎的就是第一个赚不赚得到钱，第二个有没有票哦。所以其他的这个健康啊、空污啊、气候变迁啊、能源安全一点都不重要。这是一个右派的网站哦，他讲说，当台湾废核的那一天，就是他把这个核电厂 shut down 那一天，就台湾已经签下了他的死亡支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外国的朋友，他一直在指引你，就是说，你不是要抗中吗？你的能源政策跟你的国防政策怎么会完全矛盾呢？你为什么会让你的这些能源政策变成未来中共可能的灰色地带冲突攻击的对象？这个就是